天来吃台湾丹牛老哥推荐的重庆盒饭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我以前吃过那个网红解放碑附近大正商场凉拌菜自助盒饭，说实话不好吃，除了咸味没任何味道。自助盒饭要注意咸不咸。东西都是现炒的，看着没半成品。上海市现炒，但很多是半成品现炒。我11点多来的，感觉来晚了。第一波菜大部分没了。炒菜的风格还不错，是我喜欢没勾芡，不是汤汁泡着的风格。来重庆一定要吃四川豆干，口感很弹，外地吃不到。我这个吃播完全没水分，全吃了都拍了。烧白肥的地方很嫩，不油腻，烧的好吃，感觉不是预制菜。国内大部分梅菜扣肉都是预制菜，5块1包半斤那种，吃的时候注意一下。我才发现还有猪耳朵，好吃，亏了，当时没多打点，再去就没有了。这个粉丝虽然粘在一起了，但是味道不错的，很弹不烂。重点来了，这家店不咸，味道入味的，但是口感比较清爽，在低价自助算不错的。土豆好吃，切的不厚不薄，入味比较糯，已经炒软了，我非常爱吃这样的。这个老豆腐不是很好吃，有点咸，其他味道就是老豆腐。这些肉丝都是上了粉的，我也不太爱吃，重庆人都喜欢这样炒菜。不过吃点还行，也不是经常吃，肉用的在这个价位不错的。吃自助餐就是要炫米饭，只考虑吃回本，那样吃的不开心。瘦的部位太多了，有点柴，还是肥的带皮的好吃，一会儿再去加点。如果烧白不是预制菜的话，那这餐感觉老板亏了，我还没放开吃。可乐他卖的贵点3块5，没事，这个时候给他赚点钱，我怕他亏。我回去看视频，好像很多招牌菜我都没吃到。味道属于在云贵川来说，找个这样的味道的快餐不难。其他省份的话，我吃过这个价位快餐都没这个好吃，可以来试试。湖南、湖北、江西消费好像挺高的，这个价位快餐偷工减料特别严重，江浙沪就更别提了。东北自助快餐质量好的也不太多，很多很咸，而且有些肉南方吃不惯。东北有一家我吃的还可以，比这个便宜13块，以后去讲讲。上海那些什么叉米先生那些称重量的，不想多评论，大部分半成品，咸死，而且油，吃完特别难受。老板对不起了，又加了一波菜。红椒还可以，挺脆的。米饭不够，又加了好多米饭。豆腐皮一般，这个是在毛血旺里的。不知道是猪血还是鸭血，味道一般，有点血味。我平时不喜欢吃烤肉自助、海鲜自助，那些操作空间太大，东西问题很多。我觉得盒饭自助虽然便宜，但比那些好吃。盒饭自助用心找找，云贵川还是有能吃的。
这个烧白带肥的味道还可以。我又找了一家号称天花板的自助盒饭，但是最近可能没空了，下次再去吃吧。这个味道虽然在重庆只能算一般，但是在上海川菜、炒菜味道都没这个好。大城市还是连锁店割韭菜的太多了。这个烧白我加了很多，吃着也不腻，老板对不起。拍摄吃饭太不方便，下次我来不拍摄吃。酸辣鸡杂味道一般，好像没腥味，但是泡椒不太入味。太复杂的菜可能还是不能点，毕竟价格在这里。鱼我就不敢点，感觉在这个价位还能吃上鱼，我怕有腥味。这个豆腐是不太好吃，太咸了，我都是实话实说。猪肉品质都还可以，口感味道不像冻肉，处理的比较好。豆芽好吃的，脆，水分足，没有过多的调味。可惜上海没有这样的地方，不然一天来这个店里吃一顿饭，一天也不用吃饭了。我在上海吃的快餐基本都卡痰，目前我晚上做视频都没有卡痰。最重要，味道还没这个好，这个也不是说多好吃，就是家常小炒炒得好的那种，可能比去很多卫生不好的小破店，还不如吃这个更便宜。这个土豆是真好吃，没过多调味，但是入味，而且炒趴了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所有里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土豆。像这样土豆和肉一起，也是完美搭配，舒服，无限吃。后面我还会做这样自助盒饭的视频，因为有好吃的自助盒饭，不是只因为便宜。但是像上海那些日料放题、海鲜自助，那我永远不会做视频。我陪朋友去吃的基本都是不新鲜或者腥味重，是真的吃不来。我又去加了一锅菜，目前加起来可能20几个菜，3盆饭了。老板会不会亏本？我这样是不是太不地道了？但确实味道还行。这个烧白太大块了，不像预制菜，老板亏不亏？但是网上营销号说容易断开的是合成肉预制菜，瘦的没带点皮和肥的好吃，我也不喜欢吃纯瘦肉纯肥的。这个烧白我加的太多了，完全炫不完。最后还有个红烧鸡没吃上，大家以后来可以多做一会儿，菜很多没放出来。总结一下，这个小店就属于口味偏食材偏原味，不是那种重盐重油你们印象中的川菜，比较偏西南这里的家常菜，蔬菜都做得非常好，肉一半不错，一半可能不行。如果非要算性价比，除非你饭量大，不然17块可能吃不回本也没毛病。但是可以多个选择，也能吃的品类丰富些，还是性价比高自由的选择。
云贵川的朋友可能没必要专门前往，其他地方的可以去试试，还是不错的。也算在旅游里又能省钱，还能吃到地方特色，多几个菜不错的选择。饱饱的吃一顿，然后一天可以不吃了。还有最后一小口饭，别浪费，吃这种自助餐别浪费。评分等级3，1颗星，普通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